大家好，我是八梅。前两天我收到了粉丝发来的一个神秘配方，而且还是日文的手稿。后来我了解到，这是去年在推特上还挺火的一个抹茶软心巴斯克蛋糕的配方。发布配方的呢是一个日本的烘焙老师，他有一家线上的甜品店，因为产量有限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到店里限量制作的蛋糕。于是店主就在推特上发布了这个抹茶巴斯克的制作配方，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尝试自己动手来制作，然后这样就能享用到美味的蛋糕。结果一发布就收到了将近20万的点赞。不过店主只发布了日文版和韩文版的食谱，就是没有中文版。那中文版就由我来替老师完成，详细的食谱我也会写在视频的最后。如果你喜欢抹茶，喜欢芝士，那这个食谱你一定要收藏起来试试看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制作这个神秘的抹茶巴斯克。先要准备一点抹茶粉，用差不多70度的热水把它冲开，这个颜色就很好看。这里如果水温过高的话，抹茶的味道就会发苦，温度太低呢又不能很好的激发出它的味道，所以要控制好水温。再准备一点鲜奶油，先用小锅加热到40度，然后分2次跟抹茶糊混合。现在这个颜色是不是就很好看？先放一边。做巴斯克蛋糕呢，最主要就是会用到这个奶油奶酪，你要提前先把它放到室温软化。如果你来不及软化，就用微波炉200瓦煨2分钟。这里的糖我会用老师食谱里说的这种日本的蔗糖，你看它的颜色是会黄一些的。砂糖里先混合一些玉米淀粉，再跟奶油奶酪拌到一起。你看跟糖融合之后，这个奶油奶酪会变得更加的顺滑。还需要一些鸡蛋液，这里是2个蛋黄，3个全蛋，加起来的重量是200克。隔着温水更容易把鸡蛋打均匀蓬松，然后要分4到5次加到这个奶油奶酪糊里面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不要太用力的去搅拌，避免就是混入太多的空气，烤出来可能会有很多气泡，就不好看了。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刮刀和碗边的部分。最后它就是这样均匀柔顺的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就可以把这碗绿绿的抹茶混合进去了，轻轻的把它们完全的搅拌均匀。这个过程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还挺治愈的。这个分量可以烤一个这种6寸的蛋糕模。哦对，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巴斯克纸模的折法，裁一张这种正方形的烘焙纸，这样把它折叠4次。最后多出来的这部分剪掉，对比一下模具，在半径的这个位置折一下，然后再把每个边到半径的这个位置再折一下，这里折好以后正好是个直角。全都折好就可以放到模具里了，沿着刚刚折出来的痕迹整理好。我这个是加高的模具，正常的模具呢，你可以把周围翻下来，这样就是一个很漂亮的纸模。然后就可以把蛋糕糊装进去了。如果有时间，你可以把这个糊过筛一下，再倒进模具里会更好。最后上面会有一些气泡，看起来像你刚贴好的手机膜，把它震一下，也可以用针把泡泡戳掉。烤箱要提前预热到250度，烤的时候再降温到240度，要烤28分钟。我烤了2个，这个表面颜色浅一点的呢，我是放在烤箱的中下层烤的，好像会更好看一些。这个表面颜色深的是放在烤箱的中层烤的，其实它表面的颜色会更接近巴斯克该有的那种焦焦的样子，这个就看大家的喜好。如果是你会想要哪一个？把它完全晾凉，然后用保鲜膜盖起来，还需要放到冰箱冷藏1个晚上。第2天迎接你的将会是一个完美的抹茶软心巴斯克。这一刀切下去时顺滑的感觉，你就知道成功了。再来配上一杯咖啡。你的春日下午茶好了，请慢用。这颜色是不是就很好看？哎，
正好清明节好像很适合吃这种绿绿的东西。不过今天这个衣服是红配绿，中间还是软心的。哇，超级浓郁的抹茶和芝士的味道，而且它的口感是很丝滑的那种质地，哇，好吃的。里面的质地是特别的丝滑和均匀的，完全不会有那种甜腻的感觉。你做的时候也完全不需要减糖什么的，就按照这个配方做就可以了。我本身就很喜欢吃抹茶，哇，感觉就是做了一份很完美的下午茶。那今天这个抹茶巴斯克还是很值得大家收藏起来试试看。那这期就这样，祝大家看得开心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什么好玩的食谱，也欢迎大家私信或者评论告诉我。那我们下期见。